朱元璋从一介草莽发迹成开国之君，自然少不了其他人的帮助，比如淮西勋贵集团就跟随朱元璋，为明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。然而众所周知，跟随朱元璋的这批开国功臣，下场大多凄惨万分，如蓝玉、常遇春等人。而有一个人不仅为朱元璋立下赫赫战功，本人也躲过大清洗的腥风血雨，成为少数得以善终的功臣。他的家族也绵延数代，真正做到了与大明王朝同生共死。我们之前的影片提到过，跟随朱元璋建国且一直活到明朝灭亡的勋贵世家仅有2家，其中一家就是本期影片的主角魏国公徐达。徐达是安徽凤阳人，也是朱元璋的老乡。明史记载，朱元璋当时替红巾军外出募兵，年轻的徐达应征入伍。出于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的同乡情谊，两人很快亲近起来。徐达出身贫寒，未曾读书，更没上过军事学校，他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慢慢攒经验，升级打怪。幸运的是，徐达是典型的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人，对军事的悟性极佳。明初的一众功勋彪炳的武将中，常遇春是将才，他则是帅才，称得上是明初武将第一。徐达的军事生涯可分2部分，前12年里，徐达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军士族上升为吴国公朱元璋麾下的著名大将，为开基江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后12年的时间里，徐达作为大将军，统帅几十万大军北伐，为朱元璋拿下元大都，宣告了元朝的灭亡。朱元璋在大举北伐以前，早就派人混进大都，窥探元朝政府的虚实。那时候，丞相脱脱已遭贬黜而死。朝中最重要的人是察罕帖木，也就是赵敏的爹张无忌的老丈人。他兼了豫陕2省的文武行政，同时握有监察全权。至正21年，他拿下了全部山东，地盘由2省而扩充为3省。这一年8月间，朱元璋怕他转师南下，派了一个小官汪和前往山东和他通好。通好的内容如何，明朝的官方历史家不敢明说，实际上可能是向元朝称臣。不过就在察罕帖木节节胜利时，却突然被元顺帝派人刺杀，养子王保保继承了他的势力，朱元璋终于松了口气，不用当汉奸了。王保保的为人不如察罕帖木，野心大，地盘思想重，不想着如何平定那些起义的农民军，先和友军起了内讧，后来还与元顺帝撕破脸，遭到元顺帝的讨伐。同一时候，元朝内部也酝酿着宫闱政变。元朝的宫闱、朝廷、将帅如此内讧不已，就朱元璋看来，真是天造的机会，给了他北伐中原的时机。恰好在这时候，他早已打平了陈友谅与张士诚2个劲敌，剩下的仅有微不足道的方国珍、陈友定之流，所以他一面分兵南讨，一面准备北伐。这一年，至正27年10月甲子日，朱元璋命令徐达、常遇春一人统帅25万大军北伐，先打山东，后打河南，然后打河北，剑指大都。徐达、常遇春由山东转到河南，在汴梁的梁王阿鲁温不战而降。这位阿鲁温是察罕帖木的父亲，年已老迈。元顺帝到了最后关头，才下诏恢复王保保的官职与爵位，求王保保救援大都。然而王保保还没来得及整军备战，大都已经被徐达、常遇春攻陷了。打下元大都的过程异常的顺利，肯在山东抵抗徐达的元朝将领仅有3个汉人：王宣、王信和余胜，以及一个蒙古人普延不花。王宣与王信是父子，替元朝守临沂及胶东一带，本已投降，降后想叛，王宣被杀，王信逃走。余胜也是降了又叛，战败逃走，其后被捉。普延不花守一都，不堪徐达一击，城破被杀。肯在河南抵抗徐达的元朝将领，仅有王保保的弟弟托因帖木儿一人。托因帖木儿领了5万兵，在洛阳东边的塔湾打了一仗，一败涂地，先逃往陕州，在陕州也守不住，只好逃去山西他哥哥那里。徐达遵照朱元璋的指示，肃清山东之后，不向北续进，转师西向，肃清河南。随后集合山东、河南的大军，会师临清，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河北，由长芦、钦州、直沽直捣通州，一路势如破竹。
元顺帝听到消息，率领老婆儿孙与妃子、太监、宫女，在至正28年7月27日的晚上，偷偷地开了大都的建德门，向着居庸关的方向逃去。隔了3天，8月初2日，徐达由齐化门进入大都，只杀了不肯降的元官6名，对老百姓秋毫无犯。元朝的历史到此结束。明朝的历史则在这一年正月元旦，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之时开始。然而元朝的残余势力尚存。洪武3年5月，朱元璋决心大举，派徐达、李文忠、冯胜各领5万骑兵，分3路出塞。徐达出雁门关，3月间连败王保保于野马川及库伦之南的土拉河，推进到岭北，与王保保对垒，死了1万多人，功败垂成。这是徐达生平所吃的唯一败仗。徐达面对这次失败，没有自暴自弃或一蹶不振，而是尽全力将损失降到最低，保全大军主力安全带回塞内。后来更是积极修订防御战术，在北平和蒙古长期对峙，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。洪武6年，王保保反攻，来到了长城边，狠狠地在阜宁与瑞州烧杀掳掠一顿，后来被徐达战败于长城以南的怀柔。徐达死在洪武18年，死于被拘。传说朱元璋赐给他蒸鹅吃，他明知得了这病的人一吃蒸鹅便死，而不敢不吃，于是流着眼泪吞下了鹅，果然吞了下去便死。这种传说极不可靠。朱元璋若想毒死徐达，用不着宋目标显著的蒸鹅，何况鹅为发物，生病吃不得的说法，在现代医学中找不到根据。徐达未必会因为一只蒸鹅而死。徐达在洪武17年12月21日得病，病了3个多月，到18年2月27日才死。朱元璋派徐达的儿子徐辉祖到北平去慰问，又从各省找了许多名医去诊治，最后把他接回南京。徐达死时，朱元璋辍朝，到他的家里吊唁，痛哭，追封徐达为中山王，是以武宁2字，加赠徐达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为王，亲自写了一篇神道碑。这碑文可能经过词臣的润饰，但大体上是朱元璋的手笔。碑文说，徐达在22岁时来到朱元璋的麾下，为他效力32年。朱元璋留他在队伍中观察了2年，觉得他动静允没，西超群英，才叫他当诸帅之首。朱元璋说，徐达一动一静，一语一默，都比别人高明。徐达跟随朱元璋拿下定远、滁州、南京，单独领兵拿下溧水、溧阳、常州、宁国、宣城、池州，解南昌围，收取淮河南北，攻湖州，破苏州，长驱北伐，克复北平，移军西征，击溃王保保。这些功劳固然了不起，然而徐达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能一直克己守法，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对百姓秋毫无犯。开国之后，也不像其他淮西勋贵一样居功自傲、横征暴敛，这种低调谦逊、进退有度的审时度势，也是他得以善终的根本原因。